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1日下午的15点4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目前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晚间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幅度呢仅有0.28%。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从12月15日这根标志性的阴线开始啊，前面两根不算啊，因为前面两根是十字星处在一个震荡区间啊。12月15日这根阴线啊是标志性的阴线，脱离了反弹区间，也脱离了震荡的区间啊，具有标志性。所以呢，12月15日这根阴线啊叫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走出了一个八阶阴线，八阶阴线的实体部分后面伴随了两根 K 线的震荡啊，这里没有出现杀层阴线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有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杀层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啊。那么这一轮日线级别下跌预期啊，在之前的行情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提示啊，已经给出了一定的提示啊，就是本轮行情在底部位置的区域上啊，我们看到了波谷连线啊，这个位置在28746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是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构成的。那么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后面伴随了两个干扰性的 K 线，这两根干扰性 K 线呢，始终处在21年5月份至今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出现一个见顶，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双顶啊，双顶出现之后，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趋势啊，趋势当中有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组啊，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些震荡。那么接下来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有这个日线下跌需求。同时呢，我们把时间周期调整到周线级别，那周线级别呢，已经非常明显的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啊。那么周线级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从而回到之前的一个下跌通道当中来。如果重新回到下跌通道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急跌啊，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种急跌行情。急跌宣泄完毕之后啊，美股才能重新开启它的上涨之路啊。那么这一轮下跌的趋势原因是美国不断的印钞放水啊，放水之后要把这个水收回来啊，那这个水怎么收回来呢？一定是加息，但是只要是加息，美股就崩给你看。所以呢，这轮的趋势走势虽然非常纠结，但是下跌趋势走的非常明显，必然会带崩整个金融市场，包括 A 股市场和比特币啊。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啊，这两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我们看到这轮反弹主要是围绕一个支撑位一个压力位在这样的区间进行的。首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支撑位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位于$1600的波谷连线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反弹。反弹之后，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压力位在17000点，这里有非常强的4小时级别均线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它已经在底部位置出现了一个4次波谷，完成之后，正常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容易出现新低，但这里没出现新低，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收敛三角形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并且站上了144均线和169均线顶到了$18300的这个压力位上。那18300呢是这样来的，是从今年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8300形成一个压力，然后比特币随美股快速下行，跌到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支撑位。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5次波谷，但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通过合并 K 线
啊，可以将第一次波谷和第二次波谷啊，4.2级别的第一次波谷和第二次波谷合并成一次。那么当前行情在16000点这个位置上就出现了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那符合之后，我认为很快行情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低点出现。啊，这个低点出现之后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就会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11月8日这里的悟空阴线，然后是8戒阴线组啊，8戒阴线组第一根阴线呢是8戒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 K 线呢都是8戒阴线遇到的妖怪。那8戒阴线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在日线级别非常容易出现唐僧阴线啊和沙僧阴线，最终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会到达15000美金以下。那到达之后呢，我们再把时间级别放大到周线级别。那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后面所有的 K 线呢还是一样，把它们画到悟空阴线组里面啊。后面的 K 线呢是对我下跌趋势的一个干扰。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就可能会有8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整轮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啊10500。那么我们从日线啊、均线呢看到啊，行情啊从 K 线西游这个角度是下跌的，并且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啊，它也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均线系统。啊，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都是一个下跌的系统，所以呢，我们要在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上找到行情当中的一个压力啊，趋势我们判断准了啊，压力位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的啊这个位置上看到了，首先是1700美金啊，昨天到达了这个位置啊，是第一个布局的仓位啊。布局之后呢，再往上我们看到18000美金这个位置同样存在压力。我们看到前面行情18300就迅速回打下来啊，它的原因就是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8300啊这个位置上形成压力。那么接下来18000美金附近，同样啊也是这根线啊过来之后，同样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啊。那么行情当中就存在一个压力区间啊，就是17000美金到18000美金这个位置呢，这个区间呢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机会。啊，位置找到了，趋势我们抓住了啊，那么分仓式进场，分布式进场之后啊，每个仓位呢都设置一个止损啊，然后就可以等待获利了啊。做行情就是这么简单，趋势、位置、仓位设置止损啊，最终耐心等待时间带给我们的利润即可啊。那么在昨天呢啊，这个以太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啊，反弹幅度是相对于比特币是强一些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以太坊对比特币本身这个交易对上啊，在12月16日这一天啊，它跌破了一个1690均线啊，跌破之后呢，我认为它的趋势呢，目前已经改变成下跌趋势，并且在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啊，上方有压力线1440均线啊，再有一个压力线呢是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线，所以呢，未来以太坊对比特币啊仍然有一个下跌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以太坊会它的这个跌速啊会高于比特币，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在9月份啊就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对这个下跌阴线的一个干扰。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容易出现周线级别的8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会出现一个平行于4到6月份的下跌过程啊，从而带崩整个以太坊啊。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那这轮行情啊，非常明显啊，它通过以横带跌啊，突破了一个弧形的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弧形的一个下跌趋势啊，通过之后呢，分别开始了一个上涨过程啊，分别突破了一个压力线啊，一个1440均线、1690均线啊，并且呢，在1700美金，也就是487波谷连线形成的压力位附近啊，开始了一个下跌。
那么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走出了8阶阴线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各种震荡啊，都是对8阶阴线的干扰。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同比特币类似的是，可能会出现杀层阴线和唐僧阴线啊，最终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下跌洗偶。那么今天呢，是它一个焦点位啊，是要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知道焦点位呢是一个黑洞，黑洞的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啊急速的下跌。那如果跌破$1100，我们最后的一个支撑，那么日线级别下跌洗偶的杀层位就将出现啊。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跌破$1100也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东西啊。我们看啊，周线级别它在这个位置上出现悟空阴线之后啊，然后走8阶阴线、杀层阴线啊。如果跌破$1100之后啊，以太坊将要走出一个唐僧阴线啊，周线级别唐僧阴线啊，它的下跌速度将要加快。那如果跌破$1100，非常容易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在行情当中啊，非常多的一个平行结构，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种上涨的平行结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下跌的平行结构啊，所以呢，在未来如果周线级别上啊跌破$1100出现这个明显的标志啊之后呢，以太坊的这个跌速可能会有一定的加快。我们还是看一下 BNB 的这个结构啊，目前它的这个结构已经接近尾声啊，在波谷的位置上，已经在日线级别上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啊，你要合并很多插针的过程啊，并且一个区域上要把它合并成一块啊。那目前已经观察到4次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那目前如果能够出现啊跌破$220出现新低的话，行情很容易啊继续下行，直到60、70这个位置上才有一定的支撑。那这个支撑呢，我们要知道。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从哪儿甜的啊？这个支撑呢，是从18年到20年的这2个关键性的低点连接过来之后啊，在$70附近啊构成的一个支撑。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对于 BNB 的做空点位呢，我认为你要看一下4小时级别的结构。那在4小时级别上啊，上方的压力位啊是在$280啊，这是一个3重的压力位。首先呢是一个波峰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再一个呢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啊构成的$280啊构成的一个3重的压力位。那么在日线级别上$280这个位置上也同时存在压力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还有这个波峰连线这个位置上啊，同样构成了一个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iCoin 的这个付费的这个指标啊，把它都打开之后，我们看到啊上方这个非常密集的挂单啊，位于$280附近。我们看到这个红柱明显是比绿柱长的啊，在这个位置啊，证明很多这个玩家都在这个位置上啊，超级主力啊会在这个位置上去挂单啊，形成了一个位于$280的强大的压力位啊。所以呢，对于 BNB 的做空啊，你可以把这个单子挂到这附近啊。同时呢，我认为它的这个结构呢，非常类似于什么呢？非常类似于18年比特币的行情啊。我在这里也画出来了，这是18年比特币的一个结构啊。在震荡啊，宽幅震荡收窄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崩盘啊，崩盘这个价格打了对折，从6000点跌到了3000点附近啊，3300点啊。打了对折，价格打了对折之后啊，然后形成最终的一个底部位置啊，然后开始反弹。那么目前 BNB 当前的这个形态呢，我们也看到正在做这个同样的结构啊，宽幅震荡之后啊，目前正在接近焦点。那么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就是容易发生快速下杀，并且价格打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认为 BNB 你抄底的位置呢，应该是在$100之下啊。目前这个位置不适合抄底，只适合做空，并且我刚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压力位啊，就是大概在$280。还有很多币种啊，都在一个超跌的一个区间啊，都是可以进行布局了啊。对于现货来说是可以布局了。然后我们之前说的 FIL 目前也是从
它上线币安开始啊，从开盘已经跌到了它的10倍啊，开盘价格大概是$20啊，然后现在是$2.4，已经比它的开盘价跌了10倍啊。之前它是在开盘价之上啊涨了10倍，然后跌到开盘价之后又跌下来10倍。那么目前我认为它都是一个可以安全抄底的一个位置，虽然可能还会有下跌，但是下方空间已经不那么大了啊。我认为 BNB 啊、以太坊和比特币啊这些主流币种是有非常大的下跌空间，但是很多山寨币啊，经过这一轮非常凶猛的下跌之后，它的下跌空间啊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分析和观察之前上涨的一些币种，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PROM， 它是俄罗斯的一个币种啊。上线之后经过盘整，然后一路攀升啊，攀升之后啊，价格涨了10倍以上之后，开始啊下杀派发筹码。下杀派发筹码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同刚才我们解读的 BNB 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啊，跌破这个收敛三角形，在底部区域上构成了一个可以买入的一个黄金坑。在这个位置上啊，快速打压之后啊，这相当于股票市场里面的西索拉喜太阳套杀里面的锁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买进之后啊，然后通过下杀啊锁定你的筹码，你跑不了了，被挂在高位了。被挂在高位了，然后它突然出现一个拉升动作啊，你不仅解套了，而且获利了。但是这个位置呢，非常多的人容易割肉出逃啊，因为你看到它价格怎么拉升下来，怎么拉升上去的，然后形成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呢跌破了，你心里会非常慌，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你心里会非常慌，你认为行情这个价格会深不见底啊，但是这个位置呢，往往是一个黄金坑啊，它一个拉升动作啊，10倍空间之后迅速打下来，这个过程就是派发筹码的过程啊，一个对称性的下杀之后啊，然后重新震荡整理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在收敛三角形近焦点啊，再做一波拉升啊，然后反复做这个过程，最终呢，它的行情见顶，并且不断下跌啊，主力逐渐的把这个筹码派发出去啊。那么现在类似的东西就是 SNM 也有这样的玩法，我们看到了在平台期啊，在上线币安之后，形成了一个位于$0.23附近的平台期。平台期开始震荡之后啊，突然一个下杀锁定筹码，所有的人都挂在高位啊，然后一波快速拉升97倍的涨幅之后，然后重新派发筹码。那么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黄金坑的啊，它和这个 SNM 啊和这个 PROM 都是属于俄罗斯币种啊，那个 CZ 非常喜欢俄罗斯人啊，所以总是上俄罗斯的项目啊，甚至有的时候喜欢上印度的项目啊，像 Matic 啊就是印度项目，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啊，还是有可能出现黄金坑的，然后等待机会收集完筹码之后啊，快速上拉。超级主力总是喜欢这样玩，拉升之后啊，派发筹码，把这个筹码高位派发给散户啊，从中谋取暴利。那么这样底部抄底的资金呢，我们管它叫聪明资金啊 ，smart money 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感谢大家，再见。